美伊戰爭打到現在，美國可以說打仗打到快破產嘛？因為最新我們來看到這個數字哦，1兆美元的戰損，現在黑洞這個數字正式的曝光了，真的讓美國非常的壓力大。那麼我們持續來看到的是，我們等一下也會來關心到其他的戰損，包括了現在看到的是加油機呢，可以看到上面都是滿身的各種的彈孔。再來，美國的農民非常的氣憤哦，因為他們的肥料的價格已經高到不可思議了，簡直就要把他們給壓垮了。當然了，農民的反撲也會影響到川普的選票。現在呢，川普他着急着談判，要趕快來解套這一場戰爭。今天就這些議題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。趕快來看到是這個消息出來，美國是不是已經打仗打到快要受不了了？因為呢，川普他親自表態的，2天之內就會可能恢復美伊的談判了。他現在急着要談判，范斯趕快也為他補一句話說，繼續的為川普希望達成的大協議，我們要趕快來奮鬥。為什麼這麼擔心？趕快來看到到底這一場戰爭得讓美國付出多大的代價，付上多大的成本呢？先來看美國對伊朗的戰爭成本，上看統計起來已經達到了1兆美元，換算新台幣超過31兆新台幣。光是開戰前6天就花了113億美元，每一天燒掉20億美元的一個金額，而後續還有很多長期現在還沒有辦法算出來的費用，包括這些後續的重建以及軍事資產的一些戰損等等，簡直就是天文數字。那麼我們來看到伊朗呢，伊朗當然也有戰損。我們看到美以這邊伊朗做了評估，美以針對於伊朗的攻擊造成的損失，一共是高達了2700億美元，換算新台幣8.6兆。那麼光是這個伊朗每天的損失大約就是4億美元。換句話說，打人的美國來說，花的錢是比被打的伊朗還要更多的。戰爭的成本之外，其實華盛頓現在也很緊張的，就是有關於前幾天我們討論了美國有非常多的武器嘛，那包括了很多的戰損，像是戰機啊，各式的武器戰損出來，不過現在又被拍到了這一架，我們看到上面都是彈孔，這個是美軍的 KC-135R 空中加油機，布滿了彈孔哦，這個急需要回到英國的基地來做維修。另外呢，為什麼啊？這個時刻布希號它平常是經過地中海的，或者是它現在呢直接是避開了紅海跟曼德海峽，繞到非洲要前進到中東地區，原因是因為擔心伊朗跟胡塞組織對於它的攻擊嗎？今天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注。先來請教幹哥怎麼看？美國的戰損大於伊朗，而且大了非常多。這一場戰爭被視為說是美國虧大了嗎？那川普急着說2天之內要談判，原因又是什麼？上個禮拜我們就已經在盤算美國的軍費支出到底是多少。那個時候專家算出來是1個月，如果照這種打法的話，平均是100億美金。如果你打了超過3個月的話，那你就可能會到300-400億美金，對不對？現在哈佛的學者比爾姆斯他認為說，絕對不是這樣。該打前6天花了113億啊，接下來每天要燒20億。那這樣子的話，我們已經打了40天了，42得8，不就不是等於800億了？快1000億美金呢，對不對？加上前置，已經到1000億了。不對，這個數字還是不對。為什麼？再打下去會到多少？會到真正到了3000億美金，也就是到你不可想象的數字。為什麼？有很多我們看不見的東西。什麼叫看不見的東西？軍人的薪資你要不要算？還有你這些前置作業要動用民力的這些支出，我跟你講，那要一層一層剝開來去算，像剝洋蔥這樣去算。坦白講一句，他講的1兆是台幣啊，就他1億美金，不是，就說1兆美元，1兆美元，對不對？對，啊，31兆台幣，這個金額我覺得是非常合理的，而且是能夠被計算出來的。這種金額，等於是說，以美軍出動的他所需要的前置部署，以及他在運行之中所碰到的營運成本，1兆美金其實是很正常的數字。那再來看到這一架飛機被打成這樣，已經變蜂窩了。那你想想看，這架飛機如果真的其實我有一點懷疑這是 AI 做的。它如果是真照片的話，這架飛機被打成這樣的話，它的壓力壳早就已經毀壞了，它不能補丁補成這樣。
也就是說，這架飛機它可能不是真正的被打穿，如果被打穿的話，壓力可補不回來。它可能是被彈。什麼叫被彈？就是它的表面受到的子彈擦傷，對，擦傷。老師講的對，它可能是擦過，而不是穿過，所以它還補得起來。KC-135是老飛機了，它經得你這樣打嗎？你知道嗎？我光看到這張照片，我馬上就可以告訴你這架飛機要花多少錢修理。光是這樣的彈孔要1億美金才修得起來，光是這樣的情況就要花1億美金才補得回來。那这个飞机新的就值1億美金了。对，新的飞机就值1亿，新造的。你補它回來，你要花1億。所以我今天坦白跟各位講，美軍的花費是你看不見也想不到的。在這種情況底下，大家就會想到說啊，原來美國所付出的戰費是這個樣子。那再看伊朗，好，就是說現在平均的損失，伊朗它應該損失了2700億的美元，大概是台幣8.6兆，對不對？平均一天是4億，那跟我剛剛講的美軍一天是20億。那你顯然是人家伊朗的5倍，你每天要花伊朗5倍的錢去支撐你的戰爭行動，這樣划算嗎？絕對不划算的。所以伊朗已經把他的損失，大概台幣8兆的損失，提交到跟美國在那個巴基斯坦的談判裡面說，要先2700億美金，我們的損失要賠，不賠的話，這談判很難談得下去。可是說一句實在話了，尼坦雅胡就講了，我等打仗的損失還有我賠你的，對不對？我恨不得把你給打爛了，怎麼可能賠呢？川普的態度也是一樣嘛。所以這個和談是真的能夠有結果嗎？只是我們還是認知的這個結果是說，美軍的軍費要比伊朗要高得多。最先撐不住的是美國，而不是伊朗。好，美國要耗費的這個成本實在是太高了。那同樣問題也特別請教張老師。那另外就是布希號，他現在要去中東嘛，但是他避開原航道，走非洲的路線，那是擔心胡塞組織等等嗎？那張晉老師怎麼看？事實上啊，這個美國面對這個戰爭確實沒有那麼的輕鬆。除了戰爭之外啊，剛才啊這個華幹兄啊已經講了很多這個日後要去解決的問題。你不要忘記那個大佛、那個大雷達是整個毀了，那個要重新弄起來，300億起跳啊，對不對？美國這一次啊，事實上，這個你今天要打架啊，你不但能打別人，你還耐得起打。這個美國從來沒有想過伊朗敢去反撲，然後打他在中東所有的基地，他的基地其實防護都沒有加固，所以那真是損失慘重。所以他重建設施跟軍事施展，那個算起來那是更是不得了。而且這次啊，他這個就是如此揮霍大量的耗用彈藥，你要補充那個這個彈藥啊，我是覺得我們今天還在這邊炒1.25兆我們特殊預算，美國自己把自己彈藥庫補滿，哪有時間幫台灣去生產任何東西？對，所以呢，我們今天要光看這個角度就知道，另外一個壓力啊，就是這個經濟的壓力。我們講一個最簡單，這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，對不對？這個4、5月大豆要下種，麥子要下種，7月8月要好好長，9月10月要收，11月要投票。你想想看，他急翻天了，結果你這個時候屋漏偏逢連夜雨，肥料上漲了。對不起，肥料的時候是收成時還是春耕夏耘？這時候才是需要肥料的時刻。所以你看啊，這個屋漏偏逢連雨，什麼玩意兒都要在一起。所以在這時候啊，他的所有的行動方案，我必須要講，他當初啊，這個戰略選項啊，在野戰戰略上之中，他的行動選項啊，沒有達到行動自由，沒有辦法啊，讓伊朗從他的意志來行動，就已經輸得乾乾淨淨了。好，確實如張晉老師幫我們特別看到，所以現在壓力就在川普的身上，因為他面對的是這些來自於農民的壓力，因為剛剛講的嘛，這些肥料的價格飆漲，這幅度不是漲一點點而已，是漲高達40%到50%，包括這個氮肥啊，還有尿素價格等等。那農民被迫減少的施肥量是達到了1/3。川普的壓力還有哪裡呢？包括油價，本來呢能源部長說這個油價會回落，結果現在說上看最高甚至
可能到達$170。政治上呢，川普要面對的包括來自共和党的壓力，還有意大利等等保守派盟友的压力，還現在說跟這個教宗給槓上了。那范斯還警告教宗說，你不要來插手任何美國的政策啊。川普接下來怎麼辦？那岳老師怎麼看？我先強調哈，這個川普這個人，原來我一直說他又笨又壞，現在他是無知啊、無恥又無能啊。說真的，我很少形容這個人。我跟大家強調啊，這邊川普搞的事情不是宗教衝突啦，是宗教褻瀆啦。那大家因為我們這裡的環境談到有人假扮耶穌，就好像是那個唱戲的假扮玉皇大帝一樣，沒差啦。啊，對不对？但是這個對於一神教的信仰來講，那不得了，你知道嗎？在台灣啊，有人去假扮媽祖，你看他會不會被打死在街上？不是，我跟你講哈，就是媽祖也演過戲啦啊，這個，但是人家這邊演到的一神教的信仰，就是不能夠具體化。那現在的話呢，這個無知人，所以說大家就翻出來影片啊，就是想到叫川普開口閉口他是偉大的基督徒，就說你可以把聖經裡面的內容念一段，就五餅二魚裡面這種事情他都說不出來，他完全是假的了。他每次在教會裡面做禮拜的時候，那個樣子都是閒着，好像很無聊那種感覺，腳插的，怎麼手上握着2張鈔票，人家一來捐款的就丟下去了啊。那這個我會覺得說，因為問到說油價飆漲，他自己搞出來的。因為我請大家認清楚一件事，川普在講說，哎，我們不需要荷姆斯海峽啊，我們美國油多得很。亂講！如果不需要荷姆斯海峽，那美國的加油怎麼會漲價呢？美國這個大家一聽就知道嘛，這是一個邏輯推理的問題。美國本身的煉油廠大家都煉中東的油，美國長期來講都是進口中東的油，所以中東的油本身在煉油廠是屬於這種煉的。那美國現在擁有委內瑞拉油，也沒聽說他賺什麼錢呢、啊？委內瑞拉都是重石油，他怎麼煉的，對不對？那要重新安排裝備。但是你現在的話呢，戰爭發生這麼突然，大家就不要忘了一件事情：伊朗是被侵略的。我們都忘了，我們就好兩國打到亂講啊！是伊朗是被侵略的，伊朗好端端的還被騙，那個哈梅內耶是被騙殺的，他不是自殺，也不是他殺，他是氣沖沖的準備接下來要到那個維也納去談判的結果，而且談判人就是伊朗的女婿跟那個什麼維特科夫，還是相當具有分量的。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，川普再強調一遍，無知無恥又無能的人，那你還要選舉選什麼呢？所以說現在一般來講的話呢，大家原來紅州說句良心話，我們現在對美國不要客氣了。美國選出來這個總統，他唯一真正幫助的事情就是幫助中國再次偉大。所以說我常常講，他不叫 MAGA， 他叫 MAGA 啊，就是 Make MAGA， 就是說是 Make China Not America Great Again 啊，他結論就這樣，就叫 MAGA 啊 ，MAGA 就是這種情況。好，謝謝岳老師，那我們休息一下，馬上回來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爭、戰略價值、強權崛起。